这是我认为第二季最成功的角色，他的人物魅力甚至超过了齐勋。他能完全消灭这个游戏吗？在2024年的年末，奈飞终于把鱿鱼游戏第二季端上了餐桌，像是给大家的新年礼物。有很多人评论第二季质量相对一般，相对第一季评价差很多。今天我来说说为什么我觉得第二季比第一季更精彩。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我会坚持分享一些导演思维，真正从导演角度考虑一场戏、一部电影怎么拍。本期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简单的概括第一季的故事，一个失业离异、终日无所事事、沉浸赌马的中年男人程其勋被招募到海岛上玩一场游戏，最终他是456个游戏参与者中唯一生还者，并赢得了456亿韩元的奖金。那第二季讲的是第一季的冠军程其勋终日逃不过良心的追责，当他发现鱿鱼游戏还在继续的时候，他一心想要推翻这个游戏，但是发现自己的力量相比游戏组织者还是太渺小，于是他选择再次参加游戏，他希望在游戏中能劝说参与者放弃游戏，最后他甚至组织了一场暴动。在第一季的最后，程其勋偶然间发现鱿鱼游戏还在进行，他没有登上去美国看女儿的飞机，而是拨通了参加游戏的电话。电话里他跟001说了一句重要的台词，我们不是马，我们是人。第一季的结尾，001送其勋回来的时候，他说参加游戏的人就像赛马场里的马。其勋说我们不是马，我们是人，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平等的，我们不是你们的玩物。你们像看赛马一样看我们拿命相互残杀，我不接受，所以我要反抗，我要推翻。游戏设计者在游戏世界里是主宰命运的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也几乎差不多。他们可以随意调取一个人私密的背景资料，也可以轻易地破坏其勋的抓捕计划。而正因为此，主角其勋想要冲破这命运，冲破别人的掌控。他想让游戏设计者知道，世界不应该完全按照他们想的那样运转。而这其实是整个第二季的叙事动力，有一个平民英雄想要改变世界。其勋再次参加游戏是001亲自来接的，还是在那辆当初送其勋回来的加长轿车上。001和其勋有一场对话，简单的说就是其勋认为穷人的命也是命，不能白死，世界的规则不能由你们来定，而001认为死去的都是垃圾，这个世界本就是这样残酷，弱肉强食。这是两种观点的互相博弈，也就变成了这第二季创作者真正的表达。如果说第一季压上台面的风险是主角程其勋能否存活到最后，那么第二季除了依旧有这个风险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能否革命成功。这么看，这个主题的强度不亚于我们熟悉的 V 字仇杀队。我们要看的是主角能否启民智，改变世界。由于游戏第一季爆火让大家肾上腺素飙升，一个简单的游戏赌上性命，干脆利落，生死一线，完全符合商业类型片的逻辑。在古罗马的斗兽场，我们看的是生死较量，鱿鱼游戏本质上也是个斗兽场，但好像鱿鱼游戏更精彩，因为这不光是比拼体力智力的游戏，更是人性的游戏。我们移情于那些善良的人，给予陌生人信任的人，保护弱小的人，因为关心他们的命运，我们的心情也跟着起起伏伏。虽然所有的游戏参与者都是欠下高额债务的人，而在第一季的结尾部分也通过新闻说明了韩国是高债务国家，但是我并不认同说这部剧是在消费穷人，因为这个剧里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穷，甚至是有光鲜亮丽的身份，只是一招一个念头就欠下巨额债务。试问谁能保证今天牢牢握在手里的东西明天不会因为不可抗力而消失殆尽呢？换成任何人来做这个游戏，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差别，因为在这里你的背景资源没有用，你在这里你的高官父母帮不上什么忙，你的警察叔叔也找不到地方，吃喝拉撒大家都一样，但是大家的品性不一。而由于游戏里体现的人性或好或坏的时刻是提纯的，是通用的，是我们周遭世界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只不过我们看的是另外一个版本，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版本。那么鱿鱼游戏第一季在讲什么主题？导演在宣扬的是什么？善恶有报，或者说劝人从善。主角程其勋几乎是一个没有什么道德污点的人，在第一季开始还有一场戏，他是在喂流浪猫。因为善良，在游戏场他对小偷江小以德报怨，因为善良他帮助尿裤子的老人在没人选老人组队的时候主动选老人，也直接导致老人将活下来的机会让给他。因为善良，他最终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没有杀死自己的朋友上佑，而另外一边他的朋友上佑
他猜到了抠糖块的游戏，却不提醒儿时的朋友齐勋。他在弹珠游戏中欺骗阿里才活下来。他在最后玻璃桥游戏中把前面的人推下桥。他在最后趁人之危把已经濒死的小偷江晓杀害。在玻璃桥游戏结束之后，齐勋与上佑有一段对话，撕下了某些中产高产精英的面具，这是两个人性格的直接体现。而最后结局谁死谁生，也就直接指向了导演宣扬的那个价值观，也就是人要善良。那么第二季相比第一季来说，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主题层面，还有什么升级呢？如果说第一季为我们提纯了现实世界的话，那么第二季明显更大胆，将矛头直指亲密关系。第一季中其实大家互相认识的比较少，在第二季中我们看到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在仅有的7集当中，这对亲子关系已经考验过了，不可靠。这对朋友关系与第一季不同，反而是可靠的。那么这对夫妻关系，我想目前来看也是不可靠的，结局可能是怀着孕的妻子为丈夫牺牲。因为在这一季导演加入了性别议题，比如这个跨性别者足够机智且善良，比很多男人更男人。这个老太太被儿子实际抛弃，却在外人面前极力辩护。比如这个酷酷的女孩选择相信这个小男孩，却被背叛。这都是在说，在很多时刻，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强大。那这也是导演表达的一部分。那么第二季最大的升级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从为什么2季的001都要下场游戏开始说起。在第一季中，001是一个患脑癌的老人吴一男，在唯一一次投票中，他也变成了那个最终决定投票结果的人。第一季末尾，当主角程其勋见到游戏之外的吴一男的时候，吴一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是因为他想亲自玩游戏。在第一季木头人游戏中，有几个镜头我们能明显看到这个老人玩得非常开心。在第二季中，001亲自下场去游戏，是否也是一样的原因呢？001是否像吴一男一样有单纯的玩心呢？我们留到后面说。齐勋再次参加游戏的目的是推翻游戏，这个001是非常清楚的。那么001是不是想亲自参加游戏而杀了程其勋呢？如果001仅仅是想杀死齐勋，那么在5人运动会这个游戏中，他可以不把陀螺转起来，踢毽子他可以不把腿跟着抬起来，所以杀死齐勋不是他的目的。甚至我认为他压根都不想亲身参与这个游戏，但是他想要的是要摧毁主角齐勋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在第7集结尾的时候，他开枪杀了齐勋的好朋友郑备。当时他跟齐勋说，看看你扮演英雄的结果是什么。这像极了一些统治者，杀你其实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你亲近的人因你而死，这比杀了你更有效。即便是在第3季的时候，001也绝对不会直接杀死齐勋。当然我们可以说齐勋是有主角光环，如果他死了，这个剧进行不下去了。但是从人物性格来看，001要的是扭转齐勋的思维，把他的这种想要反抗的念头彻底掐灭。001想要告诉齐勋，人性是不堪的，不是别人在推动游戏继续，而是人性。第一季中，医生以摘取器官来换取第二天的游戏内容。当他在大闹的时候，001下场处理这个状况。他强调了他的原则就是公平，医生和透露游戏者都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也就是说，001是非常坚信在这里他组织管理的游戏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地方。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比现实世界单纯的多，甚至是可能是他眼中的乌托邦。几十年游戏下来，可能每一个冠军都不像程其勋这样反过来想要推翻游戏。那么你想要推翻我的乌托邦，我当然要誓死捍卫。在第一季中，我们已经知道001曾经是2015年鱿鱼游戏的冠军，这个是在岛上卧底的警察，也就是001的弟弟发现的。那么001从一个冠军最后变成一个游戏的管理者、组织者，他中间经历了什么？这一段是有很大的可发挥的空间的，有可能第3季里面就会有专门的某1-2集去讲他的前史。而正是他是我认为第2季里最成功最有意思的角色，是相比第1季最大的升级。001的身世是什么？从第2季警察与母亲的对话我们大概可以拼凑出来。001跟警察是同父异母，001曾经给警察捐献过自己的一个肾。001的妻子生了重病，后母也就是现在警察的母亲可能没有帮什么忙。001可能之前是公职，为了给妻子治病而收受了贿赂，显然事情是败露了。这个信息也在后面他与齐勋的对话那场戏得到了验证。从他的表演来看，他是在对齐勋说真话的。这部分和前面警察与母亲的对话可以交叉验证。001大概率在之前也是一个警察，因为在第1季中他非常清楚警察的枪里有2颗空包弹。
001在现实世界一定是一个公正善良的好人，他一定是被这个肮脏的世界污染过，所以001是对现实世界心死了，是充满厌恶的，所以他会坚定地认为游戏才是真正公平公正的一片净土，他也会坚定地维护这份公平。所以第二季真正在拍的是齐勋和001的双雄对抗，也就是两种价值观的对抗。001在最开始出现就是第一次投票，他下场的目的我们前面说过，就是为了让游戏继续，也为了让齐勋理想破灭。那么第一次投票时，齐勋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投赞成票没有问题。投票之后，他也主动过来取得齐勋的信任。齐勋其实是一个城府不深的人，甚至说很好骗的人，至少在001跟他说自己需要钱给老婆治病的时候，他没有表示丝毫怀疑，因为齐勋自己也是因为家庭的压力而来参加这个游戏。001要主动接近齐勋，他要近距离观察这个人在游戏中会不会感受到被欺骗、被背叛，会不会继续相信人性。这一点几乎每场戏都有001的近景或者特写镜头显示他在一旁观察齐勋。他第一次接近齐勋是把齐勋在众人面前捧起来，让齐勋带大家都通关，这样大家都信任齐勋。他引导齐勋把第二个游戏内容说出来，但他把第二个游戏换掉了，这样齐勋就失去了大家的信任，齐勋就很难号召大家停止游戏。齐勋向众人说出第二个游戏内容时，有人提出不要将内容告知全体，这样第二局结束，死的人会更多，奖金会更高。但是齐勋坚定地说，我就是要救所有人。当时001看齐勋的眼神意味深长，他是在嘲笑齐勋幼稚单纯吗？还是说羡慕他呢？紧接着说唱歌手开始跟同伙打那个卖加密货币的人，这时候是001亲自下场阻止。他当时说的一句台词是，两个人欺负一个人不觉得丢脸吗？他还是在说的公平公正。有趣的是，在第一季中，参赛者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在马场偷齐勋钱的那个女的小偷江晓和他师傅在这里碰上，他师傅开始打他，而那时候出面维持秩序的是谁？是主角齐勋。当然他是出面跟江晓要钱，但也制止了他继续被打。在剧作上，我认为这是001和齐勋的共性，也可能直接指向的是齐勋就是曾经的001。之后001私下找齐勋说出自己的经历，那段表演其实是让人动容的，我相信他说的应该是真的，可以和前面警察弟弟与母亲的那场对话互为验证，这也进一步取得了齐勋的信任。第二个游戏结束后投票，001先于齐勋一步站起来劝说大家停止游戏，这效果肯定是适得其反的。001这么做，第一是表现给齐勋看，第二无论齐勋还是谁站出来说，效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人性本贪。001临时做了齐勋的嘴替，是为了让齐勋的信念再次破灭。取得相反效果后，001和齐勋两人也有对视镜头，此时001的表情好像是在说，你看看你想救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后这场投票结束，齐勋呆呆地站在投票机前，远远的001看着他的背影，嘴角也有一丝上扬，这一局明显是他赢了。之后当着齐勋的面，他责怪齐勋的朋友郑贝投了赞成票，因为郑贝介绍自己名字时说要加倍正直的生活，那你这投了赞成票，再来一场游戏还要死人，这怎么能算正直呢？这话其实也是说给齐勋听的，就是你看，其实郑贝他也有另一面。001在这整个过程就是不断的以各种形式有意的告诉齐勋，你看人性就是这么不堪，他们本就是垃圾，你改变不了世界。在这场戏里，001是把自己的牛奶给了孕妇的，包括后面转盘游戏时他也善意的开孕妇的玩笑，不知是否与他的妻子怀着孕死去有关，或许未来游戏里他会对这个孕妇有所帮助。总之这里的动作要么是为之后做铺垫，要么是让人看到他心底里的善念。之后夜里，郑贝和齐勋有一场对话，齐勋再次表达为什么回来参加游戏，两人的交情比较深，也被001听到了，也是为后面001直接在齐勋面前杀死郑贝做了铺垫。转盘游戏中口令是3人的那一组，齐勋和001救下了被亲生儿子抛弃的老太太，在这里001追问老太太儿子去哪儿了，这其实也是问给齐勋听的，因为在这里亲子关系也被证实不可靠。最后老太太急了，这场戏最后一个镜头留给了齐勋，老太太说的话也打在他的心里。从小房间出来之后，母子相认，远处齐勋看着这对母子，这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从001下场游戏开始，他不直接攻击齐勋，而是亲自将一个个齐勋身边人的伪装撕下来。如果说齐勋在第一季很单纯，什么都不懂，但这一季他就是为了来劝人从善，他会关注到场上的这些所有的恶意，这恶意能否改变他的理想和信念暂时不得而知，但把恶意呈现在他面前，这是001想要的效果。
转盘游戏应该是第二季的大高潮，时间短，动作性强，并且直接考验前面提到的几组亲密关系，因为留给人思考的时间不多，做出的选择也就更接近于原始的人性。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个口令是2人一组，001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杀了当时比他更早进房间的那个人。我认为这应该是当年他拿冠军的方式，这当然不是一个光彩的方式。前面当他在制止说唱歌手欺负卖加密货币人的时候，他轻而易举地把歌手打倒在地，他涨红了脸，差点下了死手。在那一刻，我觉得他是非常看不起这些参赛者的。那他也看不起曾经参赛的自己吗？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我猜测他在比赛的时候并不是通过完全正当的手段赢得冠军的，他一定是做了在现实世界中正直的自己都看不起的事情。所以当男主角齐勋真正是在第一季凭借善良和运气赢得冠军，并且想要再次挑战001的权威的时候，他必须下场了。内心清高的001不能容忍有人在经历这个游戏之后还干净纯洁没有污染。曾经的他是多么善良，却没有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所以他选择黑化。而今天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不仅赢得比赛，而且还想要破坏这个游戏，001从心底里是妒忌的。所以还是说曾经的001就是齐勋这样子的人。所以第二季并非是单纯的游戏，甚至说游戏都是为正反派对决服务的，是2种价值观的对抗，是单纯的相信人性保持善良与历经磨难后唾弃世界的2种人的对抗。第3次投票之后，即将迎来参与者自相残杀的夜晚。在这里，齐勋和001再次有了分歧。齐勋认为对方开始残杀时，他们要忍住保存实力，等待组织者进来镇压的时候抢枪暴动。001反问，如果他们忍住不动，岂不是任由对方杀戮己方人员？难道为了所谓大义，也就是阻止游戏，就要牺牲少部分人吗？当时001的表演，我的解读是一种得意，因为这与你前面说的要救所有人是明显矛盾的。他又赢了一局。当熄灯后，暴动真的开始了，一个女孩沉尸在齐勋面前，死不瞑目。001在一旁看着齐勋，仿佛是在问他，开心吗？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这就是你扮演英雄的结果。本来我们是可以保护他的。理想主义者可能觉得革命需要流血牺牲，但是不是以不知情的普通人为代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没法展开。我们还是就着人物本身来探讨。总之，这一局001又是完胜。这些大概就是第二季双雄对决的行动线，在这个层面上，齐勋基本上都是输了。所以001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曾经是一个正直的警察，被现实世界抛弃。参加2015年鱿鱼游戏时，他在这里改变了自己，变得厌恶现实世界。他觉得游戏里才是真正公平公正的地方。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任何维护公平公正的举动。同样，内心清高的他也不会容忍有人在经历过这个游戏之后还这么善良，还这么单纯相信世界，相信人性。他要让齐勋也认同他所坚信的人性是肮脏的这一套价值观。001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角色，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角色，不能单纯的说他就是个反派。演员李秉宪的表演也足够精彩，这是我认为第二季最成功的角色。他的人物魅力甚至超过了齐勋。奈飞已经证实第3季鱿鱼游戏会在2025年年内登场，这个 IP 应该不会结束在第3季，因为还有好几对人物关系可以延展，并且还有商业价值。第1季中，贵宾在参观游戏时，当时有人说到韩国举办的游戏是最精彩的，也就是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有相似游戏，所以目前后续还是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我大胆猜测一下之后的剧情，这对夫妻关系不可靠，女性应该会为男性而死，亲子关系不可靠，母亲应该是为儿子而死，儿子最终也会死，被酷酷的女孩信任的男孩会死，几个明显的反派肯定也会死，现在的士兵江霞最终应该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至于齐勋和001，有可能001会继续伪装，一步步继续取得齐勋的信任，然后再突然背叛他，再测试齐勋是否仍旧善良，会不会黑化。而最终001的结局一定是死。我倾向于自己主动选择赴死，但是在死前大概率能颠覆自己的价值观，而能颠覆他的只有齐勋。齐勋应该不会死，会继续抗争。而最后的结果，他能完全消灭这个游戏吗？游戏有可能会暂时消失，但不会永久消灭，因为他对抗的不是游戏本身，他对抗的是人性。人性永远有贪念，而这个世界又永远是金字塔结构，永远是极少数人玩弄着大多数人的命运的。
而齐勋这个人最后的命运，其实也是代表了创作者是否是理想主义，是否真的相信世界是会改变的。不过在今天这种面对全球的大的商业 IP 中，大概率是会有一个光明的结局，然后在彩蛋中游戏再次出现。因为生活已经太苦了，顶级的商业电影是会照顾到观众的情绪的，而回到现实中，还是那句话，世界依旧，人性不改。好的，这期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见。